welcome to Hanging Out at Good to Eat, episode 12. Today, I had the chance to sit down right here with Tony and Angie, where we discussed the sweet and savory desserts of Taiwan and why are we doing the ice cream with so much different toppings, including black sesame oil. 在我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那这个反而是我长大之后才比较发现。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去年12月的时候，我跟 Tony 去台湾嘛，那我们就去一个叫做金蓬莱的台菜餐厅，他们做的是很传统的台菜。那我们的就是那我们去了就什么都想点，想要确定什么没有 miss 的。然后点完菜之后，我就问那个 server， 我就说。我们点很多，那可以告诉我你们有什么甜点吗？我想说先留肚子。然后他就看着我很惊讶，他就说就在你手上的菜单啊，那个炸鱼丸，就是炸芋头的，就是 Like a fish ball? 没有那个terrible， 就是我们鱼，对，我们甲本美有在甲本美做的，对，我们甲本美在做的，对，就是他就说那个就是甜点啊，然后他就一脸觉得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啊的那个脸，传统的其实没有什么甜点，那我后来有看一些文献。就是在网络上看的文献，就是我发现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古时候糖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所以呢，其实有钱的人，比如说台南人，就是在调味里面什么都给你放点糖，那比较没有什么甜点的概念，所以呢，他们就是可能有1-2个菜比较偏甜，对，那其实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西方的甜点的那个，就是说，因为你甜点是一个 treat， 你想想甜点是什么？它就是油跟糖，因为油跟糖都是很奢侈的东西，在以前，那什么东西一堆油跟一堆糖放在一起吃的哇，很幸福，就是到最后就是很多东西越来越甜，什么 boba 呀那些东西，刨冰啊，对，越来越甜，对啊，那个就是更 modern 的东西了。其实我小的时候，我是1979年出生的。我很小的时候，其实不是说每个人都是一杯珍珠奶茶，跟现在我真的要养成习惯，就是跟现在是不一样的。以前珍珠奶茶在小的时候，你是要去一个叫做泡沫红茶店，你是要特别去那里。去泡沫红茶店的感觉，就好像在early time你去一个咖啡店。那是一个 destination，就说啊，我们今天去泡沫红茶店聊天，就好像我们去一个 coffee place，我们好好坐在那里，我们 spend afternoon， 我们喝咖啡，那我们就好好坐在那里 spend afternoon， 我们喝泡沫红茶。反而是我出国之后，大概2000年或是2002年之后，我台湾才开始就是满地都是。那个 boba 店就是像现在这样的 boba 店，那其实我一开始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因为我觉得那东西很贵耶。对啊，然后可是现在就越来越就是现在好像就是学生啊、上班族啊，你下午就是下午没有事买一个 boba 当一个 afternoon dessert 这样子。我觉得台湾，当然这也是我长大才去意识到啦。以前没有那一种 luxury 说我们要吃甜点，所以为什么都是咸咸甜甜？对，糖以前很贵，所以不是一般人可以吃得起。但是因为你每天你的食材就是这么的单纯，蔬菜、猪肉、蛋，你吃是会腻了之后要怎么办？就开始想，我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吃这些东西？那油很贵，所以以前什么天然的植物油这些是不存在的。为什么都是猪油？为什么早期的这些台湾的点心，我们不叫甜点，我们叫点心，都是用猪油去做？因为猪油是你家里自己可以产出来的一个油。
而且猪很贵，所以就会把猪油放进去点心里面，会把猪肉放进点心里面。那加上您刚刚说台湾的水果是非常种植是非常好的，很甜，所以就也会把，因为太多了，所以要想想看怎么消耗这些农产品，就会开始想我把它在太阳下晒成果干，我把它变成果酱，我把它跟猪肉们搞在一起，包进去一个面团，那就是我们早期的点心。这是为什么它会咸咸甜甜，那些甜也是来自于这一些农产品本来它就这么甜，然后奢侈一点点加上一点点糖，所以那一些点心从当年就是因为可以如何在变化怎么吃，跟当它盛产太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如何把它变成不同的方式来吃它，变成果干，变成果酱，变成各种蔬各种方式，所以这是这样子的历史关系延伸到我们拿到手上，你说这些绿豆椪，或者是很多太阳饼，太阳饼里面是麦芽跟糖跟面粉，那个其实还比较甜，那个已经比较后来了，那个我觉得那个已经是被日本人影响了，那个皮对，然后里面要这么的甜。你说其实像凤梨酥，大家都知道的凤梨，其实凤梨酥也没有那么甜，它比较是水果的果酸，然后加上面粉，然后早期也是放了猪油，到现在大家才放奶油或者是别的植物油，对，所以咸甜，所以这是我们的我自己，所以我自己在吃甜点的时候也没有就是习惯。我不会习惯吃很甜的东西，我会希望里面可以尝到一点点 savory， 是因为我以前吃到的就是都是这样，那个给我的感觉就是甜点。但是你说甜点不等于 pastry， 因为我们在台湾有非常多传统的串边就是那个什么 chef ice，所以我们用很多，因为台湾非常盛产水果，非常盛产很多农产品，所以我们会而且台湾非常多甘蔗，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糖，台湾的糖，二砂糖、黑糖，因为甘蔗太多了。那也因为开始有日本人进来，所以我们开始用甘蔗制造很多的蔗糖，所以用这些糖，然后把taro变成bowl，把煮了红豆，煮了这些，所以那些对我来讲反而是比较是我的甜点，小时候的甜点，因为那些chef ice 要很多的 topping， 这些 topping 都是很甜的，然后这些 topping 就是不外乎就是水果，或者是很多的那个就是梅子李子，腌制的梅子李子，然后地瓜球、芋泥球，然后就是一个，那你自己选择你要什么汤。所以那个对我来讲是小时候的最甜的东西的甜点。对，所以如果你把它翻译成现在你们人人手上一颗一颗的，你如果在台湾吃，你还是会吃到比较多咸甜的感觉。我觉得是这样子来的。那所以他们不是 design， 在一开始外国的 design 是你的切入就是从甜点，所以甜是第一个字甜点，而不是你平常拿来吃就是点心是，我觉得那个 concept 被 design 出来的时候就不大一样，所以这是 how we do this。对呀。Hi neighbor， 对。为什么我会把麻油跟海盐摆在一起？为什么我会想要把辣椒把辣椒渣 chili crunch 加在冰淇淋上？对，那它的 combination， 它就是你平常不会这么想象要把它们跟冰淇淋放在一起。对，那我觉得这是因为这个 background， 我觉得甜加上一点咸的，其实是非常吃起来是非常的 comfort 跟舒服的。我觉得就像是外国人的焦糖是一样的，你看它也是在焦糖里面加了海盐，然后这么的 popular， 所以概念我觉得是差不多的，是一样的东西，对啊，所以我们是习惯性的吃甜点里面有一点点咸的，那对我来讲那个umami会更多，
而不是只是甜而已呀，比较多层次。你会放 toppings，因为有很多客人会很惊讶说，哎，我要吃这个冰淇淋，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你会 lick 或者你会 right， 你不会吃，可是抓饼你会吃这些 topping right， 连你的 mango syrup 有一些要大大 like that 是块块的 mango 要吃，然后 chili crunch 也是 like 突然变比较硬，然后要 crunch 起来。是我会想把它变成那个刨冰的概念，就是我可以做各种 topping 放在上面。对，高一点我可以做各种 topping， 就像我们自己做 taro bowl 一样，把它放在炸了之后放在冰淇淋上， right， 这概念是一样的。对，就是像刨冰的概念，但是我做不同的 topping 在 chef ice 上。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很多外国人会觉得，哎，swirl 一下就可以了，不需要 toppings，you know。But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很特别的做法，然后会 almost open up the world of ice cream，因为从来没看过。但我觉得非常的 surprise 是我们的 customer 还会把我们的台湾 paper 这么 creative 的放在我们的 chef ice 上，放在我们的 soft serve 上。对，我觉得这是非常 creative 的。你看，这是他们以前我觉得这是 savory sweet 的精神。savory sweet， 因为他们没有想过可以这么做，但是可能在我们这边吃到了 chili crunch 或者是麻油 sesame oil， 他们也就这么的 creative 的把东西放在上面，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因为你用黑麻油，是，黑麻油很多人不知道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么多人不知道黑麻油呀。黑麻油就是黑芝麻榨出来的麻油，白芝麻油就是白芝麻榨出来的白芝麻油。所以 I don't know 为什么黑芝麻在这边 overall 就是叫 sesame oil， 所以不会 highlight 说它是黑的或者是白的吧？我觉得。对，但是在台湾分得蛮很清楚清楚的。在台湾我们叫麻油的时候，通常是黑麻油。那白麻油我们会叫香油 ，for some reason 叫香油，它有一个特别的香气。那其实我觉得在台湾这两个分得蛮开的，就是连我们家煮东西没有很讲究的，就是其实都有2罐这样子。我觉得是用途不大一样，就是说你在黑麻油的时候，大部分会比较拿来做 cooking， 香油会比较拿来当 topping， 就是拌蔬菜拌面这样子来吃，可以直接用。那因为黑麻油的味道比较浓郁，比较深，所以很多人会拿它来煮，不管是煮像台湾很有名的麻油鸡汤啊，什么烧酒，姜母鸭啊，这些需要黑麻油去带出那个麻油香气的。对，那再就是我们选的黑麻油是用冷压的，也就是说它没有经过 heat 去处理它，它会 roast 那个芝麻，然后再去 press。用 press 的方法把那个油给萃取出来，所以它是真的非常的 pure 很香的。所以它因为没有透过 heat 去煮沸它，所以你在吃它的时候，很好的很棒的地方，它不燥。台湾人会讲太燥，就是燥就是吃了让你的身体里面比较热。对，那用冷就跟橄榄油一样，为什么大家想选用冷压？因为它会对你的 body 你的 body 吸收也会比较好，然后你的身体也不会觉得太多好像太 hot 太热在你的身体里面。那因为芝麻是非常营养的一个ingredient， 所以它用冷压的方法会让你吃到它很 pure 的味道之外，就是它对你的 body 是很好的，你不会觉得它让你不舒服或怎么样。那说到香油，我们前面也有一个没 roasted 到的香油，就是那个就是白芝麻。那这个你会用 as a topping too, right? 是 or like as a little sauce, dipping sauce. 因为不一样，我觉得很多美国人只知道 roasted sesame oil from Japan。这个名牌的大家肯定可以想象这个 bottle 的照相。是。So what is the difference？ 我可以先来讲用途，就是说，其实香油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东西，是像比如说在家里喝一碗汤，那
那就会觉得说，哎，想要它香一点，然后就拿香油来滴2滴。我记得香油的罐子通常都比较小，也就是滴2滴，然后它的香气比较 bright，所以它叫香油，就是你滴2滴就比较香，就是比较 bright 的一个味道。那所以其实像一些凉拌的菜，你凉拌完之后也是一样，滴2滴香油。比如说一个很经典的凉拌菜，什么皮蛋豆腐，拌皮蛋豆腐，说皮蛋豆腐你上面一定要滴2滴香油。See, I think that's a great example because for me, I'm used to use roasted sesame oil from Japan, and once I started to use the Taiwanese, not roasted white sesame seed oil, I realized that roasted sesame oil is very overpowering. So if I Exactly. would use that for the pidan dish that you just said, I wouldn't taste that much pidan anymore. Exactly. Because it's too much there. Versus the unroasted one is a little bit more delicate, but it still adds a slight nuttiness and a richness because it's oil after all. Yeah, you are absolutely right. That so I remember clearly that a couple years ago that when we started our papa, that so we made a lot of dumplings. Yeah. So after she mixed all the dumpling filling, tha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she need to drop couple of the drop of the 香油, the white sesame oil. I remember clearly that I always have to search in 99 range or other Asian grocery store that I have to search for 香油 because black sesame oil cannot do the job. But 香油, the white sesame oil, is so rare. So over time I couldn't buy it. And after a while I realized that most of the people living over here, that they are more used to more dark, More strong. roasty of the sesame oil. They just simply don't know how to use the white sesame oil as couple of the drop to bring out another layer of the aroma. It's almost like a seasoning, just like you would use salt or pepper. Yeah, exactly, right? exactly. You add it. Yeah, I think that's a good metaphor. So just like salt versus the salt flake. Right. Yeah, so the salt flake is on top and it can brighten the dish. Yeah, so that's a good metaphor. Yay. I have an insight. Okay. We should do podcast. Oh, yeah. I think we can chat like this. That's great. Oh, yeah, we can chat like this all Yeah, day. and I think we could do one day and then have at least 4 episodes. yeah. So we can do so we already know what topic we might want to talk about, Yeah. and then just start recording. And we have a great community, so we Yeah, could and receive Q&A and just talk about their questions. No, I should do Instagram Liv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you put Yeah. on the button Yeah, and write comment down below. the Yeah. comment, Don't forget yeah. to subscribe. Or what Yeah. kind of topic Don't that forget you to want to subscribe. know, you want to asking us, then put your question on the bottom. Yeah, then we 要 will- 点赞 That's it, yeah. that's it. If you want us to have a podcast, say yes below. Yeah, click below. Seriously. And so, what did you think? Have you had familiarity with this type of sweet and savory desserts? Are you willing to try our black sesame oil ice cream? You know, we had the chili crunch one. This one actually was my favorite. If it comes back on the menu, you have to try it, even just for the curiosity of it. But anyways, we're hoping to do more of these type of conversations between all of us at Good to Eat. If you want us to explore certain topics, feel free to let us know below and just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because we will try to make it more active once again. All right, see you soon. Bye.